上一期内容介绍了神仙体系脉络的形成以及创始元灵的大徒弟红军老祖的情况，还没有看过的，建议从上期开始看，这样才能系统的了解神仙体系。今天我们介绍创始元灵另外3个徒弟以及天庭的内容。混坤老祖派系，接下来我们来看创始元灵的2徒弟混坤老祖一系的情况。混坤老祖就2个徒弟，但地位在诸神中都非常高，因为他们的名字里都有个祖字，一个是如来佛祖，一个是菩提老祖。如来不必说，其门下多为弟子而非徒弟，而菩提老祖就是孙悟空的师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悟空从山里找个神仙老头学的神通就足以战胜天庭的原因了。而只有如来能降服他，因为如来佛祖正是孙悟空的师大爷。菩提老祖在《西游记》中只开头出现了几次，存在感并不强，但是其实菩提老祖是所有诸神中唯一的全能王，他代表了先秦诸子百家的大融会、大贯通。菩提给徒弟们开讲的时候，往往是说一会道，讲一会禅，3家配合本如然，也就是说菩提是为儒释道3家合一的真正高人。这一体系的发端和主干都聊完了，枝叶部分我们以后再聊。天庭，天庭可以说天庭是由红军老祖示意组建的，是由3清一起在斗争中策划的，总负责人是玉皇大帝。3清虽然与玉帝同级，但红军不仅派3清组建天庭，在天庭成型后还让他们辅助玉皇大帝，目的就是为了能把神仙体系管理得更好。这里说的是辅助，不是服从，因此像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这样的人物，玉皇大帝只有尊重和商量的份儿，没有命令的权利。而且不光玉帝和老君是平级，如来和菩提与他们也是平级，所以才会有《西游记》中玉帝与如来平起平坐，互相尊重，菩提隐居山中，不让孙悟空爆出师傅名讳的情节。加入天庭的神仙被称为天官。这些神力资源主要有2个来源，一部分来自阐教和截教的弟子，一部分来自人类的修仙。阐教和截教的弟子是通过下凡，分别协助西周和殷商的战斗中牺牲立功后而进入天庭的，如元始天尊的徒孙雷震子和哪吒等。人类修仙进天庭的多是秦朝以后的历代神话人物，是在民间宣扬真善美的过程中弘扬出来的，如8仙、6丁6甲、5斗星君、4大元帅、9司3省等等。其中姜子牙比较特殊，身为元始天尊的徒弟，又非12金仙成员，是组建天庭计划的核心实施者。因为红军老祖除了让3清策划外，只指派了一个光杆司令玉帝，而姜子牙的任务就是充实天庭的班底，并通过合理的神事任命，使得天庭能够正常运转起来。完成任务后的姜子牙封完所有天庭神仙后，却没给自己留位置。由于榜单是早就拟定好的，不能随便增加位置，而且像姜子牙这种级别，既不能高于与师父元始天尊同级别的玉皇大帝，又不能封一个比其他神仙更小的官，因此师父给了他一个太公在此，诸神退位的绝对地位，使其虽不能位列仙班，却可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天庭的运作机制跟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很像，也有中央各司其职的天官和下界分管4方的神仙，包括了地上的5岳大帝、海里的4海龙王以及地府的10殿阎王。其中5岳大帝就是根据凡间5岳的方位来划分的，包括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大帝，南岳衡山司天昭圣大帝，中岳嵩山中天崇圣大帝，北岳衡山安天玄圣大帝和西岳华山金天远圣大帝。5岳的5位大帝都是一家人，其中东岳大帝地位最高，他是其他4岳大帝的叔叔。总结，从诸神的关系到创世神们策划了天庭都介绍以后，我们不难看出，创始元灵的4个徒弟中，第3、4位的女娲和陆鸦出自先秦神话，一个代表了出世神，一个代表了隐世神，一个寄托了先人思想中神能创造万物的想象，一个寄托了神看不见、摸不着、远离尘世的想象。而排第1位的红军老祖一系，基本为自秦以后的道教崇拜体系，而且无论正反派均出自这一系之中。而排第2位的混坤老祖一系以及红军的徒孙12金仙，更凸显了佛教道教通通被民间整合到神话当中的现象。混坤就2个徒弟，一个佛祖，一个老祖。
老是道教的常用字，而且12金仙中有4位是佛教人物。其实我们的祖先想象出如此丰富的神仙体系，所有神仙都是拥有超自然力量的生命体，并且想象出神仙7大、10圣10德等神仙专用道德准则去规范诸神事迹的发展方向，都是寄托了人们对于解决世间难题的美好愿望的。无论是有病不能医，有劫不能渡，有自然现象不能解，都会诱发人们的思维转向寻求虚空的帮助。而这也恰恰是古人在面对困难时缓解焦虑的主要途径，以及对于他们无法把控事物的终极解释。以上就是神仙体系的介绍。你对神仙体系还有补充的内容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见。